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罗。我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重庆人，我读书是在这儿，在这里结了婚，在这里做生意，生活20多年。怎么会选择来马来西亚上学呢？马来西亚有个直通车项目，就是在马来西亚读3年的大学，最后的2年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呢？因为直接去英国那个年代要交50万的保证金。你要去英国，你要考那个语言，雅思还是托福啊？雅思啊，美国托福，英国雅思。考不过呢，继续考，这个费用是非常昂贵的。是。然后还不一定你能过。但是来马来西亚没有语言要求吗？没有，但是你要上那个叫预科班，当时还学了马来西亚历史，还学了马来语。预科学多久？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预科是用英文学的还是中文学的？英文。啊，那你英文不是挺好的？其实我真正学会英文的不是在预科，是出来结交朋友，出来生活慢慢学会的。后面在正式上大学的时候，课本都是什么语言的？英文。啊，那不很费劲啊？看得懂吗？看不懂。怎么学？努力学，这只能是这样了。因为这个也是有考试的。什么专业？我是 IT 和 Business 双修。怎么会选这个专业呢？我先选了 Business。因为我要做生意将来，然后后来选了 IT，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一定是需要 IT 这个东西。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的感觉是什么？第一天来呢，我直接来了吉隆坡，晚上又黑，而且还是因为离乡背景，当时和很多人分开了，心情很伤心很低落。但是第二早餐一起来，哇，阳光明媚，整个城市我就看到了鸟语花香的，然后慢慢的这个心情就越来越好。因为当时的吉隆坡2022年是比中国很多城市都发达。高速公路都还没普及全国呢。是。但是吉隆坡呢，大型的商场非常多，而且真大，然后有种屎壳郎见大象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这边人呢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说英文的，说马来文的，广东话的，福建话的，然后说普通话的也有，但是他们说普通话带点味儿。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好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听得懂吗？我听得懂，但是有一些说的很糟糕的呢，我说你讲广东话。你听得懂广东话？我听得懂一些广东话。你小时候听广东歌吗？你在马来西亚上了这么多年学嘛，你感觉这边的教学方式跟咱中国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没有在中国上大学，我不知道。然后这边上大学是教你项目，他有些公司会丢一些项目给学校，那学校老师呢招一群免费劳动力就干，做出来这个项目呢，然后就可以给企业就可以用，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那儿实习观察，去等它的结果，这个是非常强。那这个学习方法还挺好的就出来就可以工作了嘛，其实也有工作经验了。对。马来西亚的华人跟中国人文化方面有不同的地方吗？还是都差不多？我之前做视频，我跟大家讲差不多。其实住这里久了以后然后做生意以后，你会跟很多华人去交流，你会发现呢里面差别很大。觉得做生意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在中国咱们合作，你有什么问题我直接就指出来了，绝不给你面子。做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然后不好你给我接着改，改到好为止。乙方那完全的就是扒着你走，然后你有个东西需要他们改的话，很快很乐意，尤其是大公司，你要给他 project 来做的话，很乐意。别说6、7点呢，别说7、8点呢，你11、12点他没睡。就是你要什么，我们作为乙方的都会尽量去满足客户。你是要改东西还是要怎么样，都可以。当然这个是在合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在马来西亚这边呢，不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呢，讲话要特别的注意。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文化不一样的。我打个比方说我们中国人之间聊天，可能在外人看不礼貌，2下就称兄道弟的，对，是不是？但是我们其实能分辨里面的真伪，但是这种说话方式让我们舒服，但是我也会觉得你吹牛逼我们能抓住这个 point，这个点，你让本地人抓这个点抓不着。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一个公司他会请中国人对中国市场，
请马来西亚人对马来西亚人市场。而且这里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说到这儿啊，可能你会想，中国56个民族呢，我们也是多元，但是不一样，比例不一样，不是比例不一样，那是多元民族，它最多就是一个风俗，一个习俗不一样罢了。比如说你回民，中国的汉族人呢，就跟回民做朋友，你可能开个玩笑，说你吃不吃猪肉啊？说你真的一点都不能吃？你在这儿最好不要去问，就是你了解他不吃猪肉，印度人不吃牛肉就好了。当然了，你问他，他也会礼貌的跟你讲我们不吃啊，但是你不能问多，问多那就特别不礼貌。也就是说，在国内的话，假设跟一个回民朋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还是可以开这种玩笑的。但这边的话，就最好不要去涉及到这个问题。你无论是跟回民还是跟本地华人，不要踏过这个线。本地华人，你跟他讲话啊，就是做得好我可以夸，做得不好我可不可以直接的批评你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点出对方的问题，还要不要冒犯到对方，这个非常大的学问。所以你说文化一样吗？是有区别哈，是有区别的，但是都是华人。还有就是普通吃饭的时候，很多晚辈呢，他可能会说哥哥姐姐吃饭，爸爸妈妈吃饭，他自己才吃饭，发扬了我们以前的传统啊，尊老爱幼。我们现在好像很少这样子。我们现在那小孩先吃饱，吃吧呢，都给你了，对你前面。那你前面也说到这个几个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嘛，也可能会因为不理解或者说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差异而产生一些误会。你在学校的时候刚来，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过什么误会？有一次我坐别人的车，我就坐后面了。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坐车坐别人的不要坐后面，因为你坐后面把人家当司机了嘛。我不懂那个时候，你知道吧？但是呢，就是那个人就很介意，从此那个人是谁呢？是同学还是？从此没再联系过。这边的话，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不会直接告诉你吗？这儿有个习惯呢，就是他很多东西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的，直接就不回你了。马来人呢？他们也是这样？哇，马来人这个文化差异很大。那如果你是马来人，我也是马来人啊，我们是同一个信仰的啊，之间交流就非常顺畅。但是你如果不同信仰的人呢，大家那个度真的是要拿捏好，这个很难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担心说错话冒犯你，你担心说错话冒犯他，所以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会小心翼翼。也不会小心翼翼，他们不会想很多的，但是他们的从小的教育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所以他们也不会说是去冒犯你啊，就像华人一样的，他也不会去冒犯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就是我可能我跟你不熟，但是我可以要求你帮我一个忙，你会觉得在中国啊，这个没什么的，就这事我能做做不了拉倒，就是别人帮你那是一个情分，不帮你那就是本分。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东西，尤其是我做博主的，找我帮忙人多了去了。那么在马来西亚本地呢，就是我做博主这么多年，马来西亚粉丝很多，没有一个让我帮忙的。我在外面比如遇到了人了，有一些人他看到我在忙不打扰，你让人打个招呼就行了，但是有一些看到你在忙他也去跟你打扰。你说中国人吗？我就遇到一个，他非要把我拉到旁边耽误你2分钟。我跟你讲，我在开会，我在开公司的高层会议，我跟你讲了很多遍，你知道吗？后来呢还跟我留言说太让我失望了。我当时哭笑不得，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好或者坏，不是，哪里有好人哪里有坏人。那昨天我也遇到个中国粉丝，他看我打电话，他又在门口排队呢，我们店门口等我打完电话，等我没事了给我打个招呼，也是中国人。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人，因为中国太大了，接受的教育参差不齐的，而且我也遇到过帮中国人的忙没帮好，或者说中间你给他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没把他的事做好，或者说他产生了什么误会，他会那种语气就是怨你。但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呢，这边的人拿捏的非常好，不会去随便麻烦别人，是吧？不会。马来西亚这边的人啊，他们的时间观念跟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同？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啊，约了几点见面或者做一个什么事情啊，我们通常的习惯是早到，对不对？这是好问题。因为以前我在深圳
在深圳是不一样的，中国可以说最发达的城市，那个地方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以前我是甲方，约谁都早到，早到半个小时，早到1个小时了。但是在马来西亚呢，我听到一个特别有意思，一个乙方找甲方，乙方迟到1个半小时，这也行，把那甲方气的，那甲方是个外国人啊，乙方是个新加坡人啊，是个迟到是家常便饭。这边吗？我以为这边会比较守时哎。但是你看你不同的一个朋友圈，我现在的团队也好，朋友圈也好，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就是看你身边的人和团队。朋友朋友一定迟到，我在重庆的朋友也是一定迟到。打个电话，今天6点开饭啊，行，6点半了，我快到了，等到8点半了，还是快到了，停车呢。其实他家就在我饭店隔壁罢了。现在马来西亚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守时了，他以前会比较懒散我们当时做贸易嘛，我要进货5点钟打没人接。要在中国你哪怕10点半打过来说要货在。是我中国现在还有合作伙伴呢，你想要货你要加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去帮你做这一单。是这样的那这边现在慢慢的也有这样的公司了。你是娶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太太？对。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同学。在你们相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文化差异而发生过什么误会或者是冲突？这里的人呢，无论做什么，无论是一家人，谢谢对不起那是必须要说的，而且要珍惜对方的付出，不能说你是我老婆就是理所当然，我是你老公我做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你要表达出来，你的感谢要表达出来，不能埋在心里。你看中国人相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是吧？会埋在心里，而且两个人就甚至是以吵架的方式，他们还非常开心的，是吧？拿去5万块钱买包去，大家觉得很开心，觉得我老公就是这样的，是吧？还有就是他会去思考你的感受。我说这句话会太重了，就算是夫妻俩吵架也是这个样子，不可以说很重的话。有发生过就是你说了某一句话，你是无心的，但对方很介意的情况？一定有，因为我们的从小的习惯真的是不一样。你想父母跟孩子说话，有时候也会骂得很难听，是吧？你这孩子，你人家孩子怎么样？你这是没有用，对，废物，是的，是这样骂的，是吧？我在这儿的家庭没听过，这边的父母也是非常尊重孩子的，不会说他是废物。夫妻生活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做了一些事情，一个低级错误，我也会脱口而出。你用脑去想想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在很忙的状态，这个事情那就是很严重的了，要天上地下的哄才行。就是这是一个无心的就是但是不能这么说。夫妻两个，尤其是我是中国人还是马来西亚的人，结婚在一起生活，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尊重个人空间。我相信不只是马来西亚人你跟外国人结婚，很多地方都要尊重个人空间的，他们很在乎这个个人隐私、个人空间。朋友之间也是这样的，不可以去跨过这个线。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在中国，父母让你吃一个东西，逼你吃一个东西，为你好。对，因为我老婆有胃酸嘛，有时候我就觉得，你晚上吃个水果，我给你削好了，吃个橙子，他不吃。刚开始我觉得，你为啥不吃？后来知道，就胃酸，你吃了以后你会很难受。所以慢慢的，你不吃的东西，不逼你，你不想做的事情，不逼，双方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要去沟通哈，要去沟通，就知道这个原因。但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很困难的，是不是？很容易吵架对，就是如果说你认为一个事情说了很多遍，你自己明白了，但是对方没有明白，你就会着急了。着急可能就口不择言了。以前可能有，现在不会了。不，现在我们都多少年了，都已经完全融合了，磨合好了，没有任何问题，就相互相处的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你这边读了4年大学，然后毕业了，是留在这里工作了。当时做什么？卖被子卖什么被子？床上的被子枕头套那种卖的。是做公司的销售，还是说自己开了个店？销售。老板是华人还是
老板是我同学。其实我们之前也相当于一起创业那种感觉。我从早上忙到晚上2点，一周不怎么休息的。也挺卖命的嘛。是啊，他说我一个顶仨。那会儿是小公司还是很大的公司？在这个行业来讲的话不算大，但是也是有几家店呢，月销售额也是几十万呢。做了多久呢？做了不到1年吧。然后去做什么了？我又回国了。当时是回了重庆，进入了中国电信。那你做什么的呢？我是做那个号码百事通，它是那种呼叫平台，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打114就问。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城市找一个卖被子的公司吧，给我一个电话。对，最近的就是那种有点像谷歌地图那种。对。那你们怎么赚钱？比如说我是产品经理，我做一个 project， 把这个会导到一些付费的商户啊，就是你一圈10个卖鸡的，我介绍给谁？我知道了。后面做完那个114，然后去深圳了，创业。又在重庆还创业了呀？创业。哇，你做什么了又？当时我代理的是电信里面的那个美食频道，帮这些各个公司去介绍他们的美食在网站上。当时我还做了一个美食一卡通，你拿我的美食一卡通到各个商场都能打折。然后我的数据呢，我比招商银行的数据都多。招商银行那个时候只有200多户商家，我1个月就签了300多户。当然招商银行它签约是看质量的那种大品牌，我不是。你是看量？我是看量。感觉好老的一个模式啊。那个时候也老啊。是啊，你这么说我都没有概念，因为完全不懂怎么弄的。对，那个年代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才25岁吧，做这个你说成功吗？也不算，路走错了，因为不应该去卖那个美食卡。为什么不应该？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流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应该抓住大流量，去发挥你的强项，把你的强项拓展得更强，而不是要去做一个很难赚钱的一个项目。后面到深圳了，哎呀，这个项目太好了，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不去融资呢？不懂是吧？没有这个概念当时，所以那个项目是非常可期的一个项目。然后后面做完这个就去深圳了是吧？对，到了深圳我就发现我去晚了。你什么时候去的？我是2011年。我也在。是吧？刚好也是那一年去的。深圳那个地方真的，你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舞台，只要努力就能赚钱，而且那边的伯乐很多。你当时的伯乐是谁？伯乐是1年以后才发现，但是也相当于是一个大哥了，到现在我都特别感激他。当时是怎么去到深圳工作的？我就投了简历，我去之前就投简历，然后去的时候就直接面试，面试了直接上岗。做什么？让我想想啊。我忘了吗？最早去那儿做啥的？药啊？当时做的药，然后慢慢后来做金融，因为当时深圳呢特别流行金融金融各个方面赚大钱。当时公司里的老板对我特别好，就是要培养我，也给了我一些空间去发展。他就是我的伯乐，他的眼光是非常好的。比如微信营销，当时刚刚微信才出来，对，12年好像差不多那个时候才出来，马上就送我去学习，一下子就是把我眼界一些打开了。当然很多人说微信营销是一个大忽悠，我学完以后发现这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他的思维非常强，随时随地的一个服务，随时随地都能把事儿办了。所以后来那个新零售体系是从哪里来的？哪个体系？新零售体系，就是说你在商场里面购物，你是去给钱买东西，后面刷卡也可以，再后来用支付宝也可以，微信支付也可以，再后来那我不想把衣服拿回家怎么办？我直接把一个快递公司放在这儿，在商场里面，就是你会看到现在你买东西特别方便。是在国内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新零售体系。因为新零售体系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视的，国家非常重视。那当时我是第一批的人，我为什么进，就是因为我那个老板大哥当年送我去的那个微信营销那个课程，学到了这些知识，然后把它运用起来，然后当别人都懵懂的时候呢，我已经研究透了。有一段时间这个新零售体系发展的让人反感，什么呢？一进商场全是2维码点餐，没有服务员。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网速慢怎么办呢？老人家怎么办？第二，你那页面做那么丑，而且那么不方便，看都看不懂，那字儿又小又没图片。现在都有图片了，还是国家规定的，不能完全抛弃现金，
就你是违法的，以前是不收现金的，很多人。对，有上过新闻，就是一些老人家想要买东西都没有办法买了。我去擦个鞋，2维码。你不要说擦鞋，我在路上看到乞丐2维码。是吗？是你不知道吧？我第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很震惊啊。所以就发展的非常快，非常震惊的。你就问我伯乐的问题，就是他给我点了一下，一下子把我的前途打开了，路子广了。在那边做了多久？我在深圳做了4、5年的样子。它是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城市，可能相对公平吧，不能说非常公平。你有能力，你有本事，你努力，你就能赚钱，而且这是个大钱，还不是小钱。而且那边的老板舍得给，不是老板了，那边的人就舍得花钱。所以深圳那个城市是个朝气蓬勃、生机勃勃的一个城市。那你在深圳工作了5年之后，为什么决定离开呢？有2点原因了。第一点，当时马来西亚确实一个高速发展，当时的电商已经起飞了，开始，因为我掌握了一套东西嘛，掌握了一套模式，不是掌握了，学到了，掌握太那啥了，好像太霸气了，就搬到马来西亚来用，也确实做到 top 1了。第二呢，就是年龄差不多了，该创业了。那当时离开的时候，你的这2个伯乐不是很伤心？有挽留这些，我很想继续在那里一起去发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你所发挥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在那儿已经到头了，我必须要在外面学习，必须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到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也会去帮他。回来马来西亚是做什么呢？一开始是做贸易，就电子商务嘛，我卖的是电竞的产品，当时一共就2家在卖，产品线最丰富的就是我。你是从国内进过来的货？对，我们代理了国内的像那1线、2线的品牌，而且我是东南亚的总代理，我发货到印尼、菲律宾、泰国。当时市场上最好的就是雷蛇它太贵了，我们要找出来质量不差于它，设计又好看的。当时中国的牌子就是设计真的不好看，它质量好没用啊，但是在1年之内全部赶上来了。我们做到 top 1呢，有很多个因素，厂家设计的崛起，质量的崛起，中国品牌的崛起，还有互联网在整个市场的覆盖率和覆盖度，还有这边的网络4G 网络的一个普及。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就是物流特别慢。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职位回来做？我是总经理啊，我回来去搬货，卖个50块的东西，70多块的东西。为什么你自己去搬呢？是因为他不上门收货，你必须要送到他的仓库，而且不是每个仓库都收货，有些物流公司是不送到那个地方的。而且我们吸取了当年我在重庆做生意的经验，生意还没多少，你招那么多人干嘛？在这儿呢，就是我能自己干的全部亲力亲为自己干。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开源节流，要保持公司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良好的运转。第二呢，就是这套流程自己必须要走一遍，中间非常辛苦。当时下着大雨，我就开车走到那个物流的仓库，然后我就快速停车呢，后面还撞到一个马来人骑摩托的，就是碰了一下。当时我特别不好意思，当时我说不好意思他没事。所以当时我就躲在车里，下着大雨，就开始翻。然后当时我们的深圳的那些朋友，新的办公室融资了1500万，然后之前我看了一个跟我们一起做那个微信营销的一个公司上市了，是不是鼻头一酸都有点想哭了酸。我说干嘛呀？就这种日子我过了1年多，整个人的状态是属于崩的边缘。所以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他去印尼工作，我之前跟他们讲了，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建议你不要去，那个折磨那个煎熬不是你能承受的。很多人要来马来西亚创业也是这样的，我说你在国内是什么职位，你在这里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你不要以为这里是华人很多什么很多就是一样了，不一样。而且这里面是非常复杂多元种族国家，你还是个外国人，然后你招人发现那人不听你的，然后你自己去做吧，你又不熟悉环境，语言还不一定通，语言那是一定不通。在招人方面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电商非常好招，而且当时我们的粉丝也是最多的，我们当时有5、6万的粉丝在 Facebook， 所以呢发招聘一个招聘来了，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玩的，我们这个就感觉很好玩。到我的公司1人发1台你又能玩又能赚钱对，你选你最喜欢的。这个大概做了多少年？一直在做，不过这个现在是已经给别人做了，就是你现在不管事儿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就不管了。
为什么就不管了呢？电子商务马来西亚走下坡路，因为实体经济正在复苏。电子商务呢，它一进来呢，它是让人体验到生活的便利，一阵风。但是当人们去尝鲜了以后，慢慢的你还是要回归现实。我们人要享受购物逛街的这个过程，是电商给不了我们的。怎么会想到开餐厅呢？这不是很累吗？我之前做电商就和人没有接触的，就很冰冷，电商这个东西。第二点呢，就是我本身喜欢吃麻辣。我以前有一个餐厅，不是我的啦，也是个重庆老板的火锅店，他能按照我的口味去调。后来倒闭了，后来我就想我自己开一间嘛，因为我们家也是做这些的嘛，做火锅底料的嘛，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我调的味道，都喜欢，就是吃火锅都跟我一起去吃啊，所以每个月我们也花蛮多钱吃火锅的。我现在朋友聚会麻辣食堂，就我的火锅店啊，吃火锅的那个环境啊，聊天啊，特别爽。然后我酱料费也是不收钱，没有服务费。因为当时我想做一个这样的餐厅，就是美食不等于昂贵的代价。为什么写这句话？是我在气愤的状态下写的。因为我去吃一个火锅，当时我们2个人吃了300多块钱。在哪里啊？你不是这个价格我接受，因为马来西亚的火锅当年就是这个价。但是啊，刚开始吃还行，吃到最后没味儿了。OK， 你可以收我这么多钱，但是我要好吃。所以我就非常气愤，说美食不等于昂贵的代价，我要让大家尝一尝我罗家的这种味道。可能未来我要出去，我让更多外国人尝一尝。所以我是想要让西方国家的人也尝一尝这个味道，因为我在国外也尝过的。你是去过法国对吧？我去法国、澳洲，蛮多国家的。去那边只是旅游还是？我去哪里都是考察兼旅游，纯玩只有泰国啊，对啊，纯玩只有泰国。因为我看过你泰国的视频第一次去法国感觉怎么样？那个城市真漂亮。巴黎就是感受到它的可惜和凄美，因为巴黎那里发生太多故事了嘛。以前它那个城市60%是被毁掉了的，重建的。当我登到凯旋门上的时候，我一看这么漂亮的建筑被毁掉了60%，被炸烂了。当时我也觉得挺可惜的。那个国家你在那儿生活呢，就是你在一群古迹中生活，就像画一样。你走2步发现一个教堂，哇，这教堂几百年了吧，很古老。然后一进去以后，很神奇的感觉，而且它里面都有那种叫什么琴呢？我忘了那个叫什么琴了。就是吸血鬼戏里面经常有的。法国观众知道的话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很美，很美妙。我看你店里也有招马来人哈，他们普遍都是穆斯林。我第一次来这边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我当时住的酒店是靠近一个那个回教堂。对，然后到点就开始开始祈祷，是不是？我就想问，你们店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出去祈祷吗？不是所有人。以前我做电商的时候啊，他们到点儿有人就会跪，我们专门准备一个房间给他的。餐厅没有吗？一般在外面的餐厅是没有的，但是有祈祷室。有些就是你心里面祈祷，比如你站在那里这样祈祷。唱歌的时候嘛，原地这样祈祷也有的，但是这个文化我不是很了解。疫情3年有影响吗？那非常大的影响，整个人都差点都被压得喘不过气了。怎么说？我们19年底开的餐厅。正值。对啊。疫情期间，当时撸了袖子准备大展宏图了，各种计划都做好了，各方准备都准备好了，我马上就要让全世界尝到你罗家火锅。老罗家的麻辣是吧？这个一下子2020年初的时候就给我按住了，我当时脑子都是懵的，我以为这个疫情像之前的 SARS 一样，一下子就过了。大家都这么以为，几天就过了。对，我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越来越上劲呢。当时3年疫情特别难熬，我当中遇到一个感动的事儿。因为我们是社区店，他们吃到一个他们喜欢的东西，而且在自己家附近的楼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他又跟我发信息说，你不要
倒闭。也没有别的词儿可以说了。你不要关门啊！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好多人发这样的信息，不是一两个。哇，很感动哎。对啊，我专门还做了个视频，我把他留言咔全出来了。你的 YouTube 现在也有7万多粉丝了哈，当时怎么想着要来做这个频道？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第2次封城又封城，我录个视频。当时我录那个视频是真正这个频道的粉丝上升的时候。之前最早的时候我是录视频宣传餐厅是吧？所以说你看我的频道叫麻辣食堂。对对对。也没人看。你是打广告，谁给你看？对啊，当然有谁看你让他看一看，真的我们生活的一种状态真的是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当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容易。做电商开超市的非常好。当时电商很火呀，因为你只能在网上买东西。当时我的电商，我觉得1个月做了我之前2个月的 sales。所以当时你可以拿从电商赚来的钱来补这个餐厅的亏空，是吧？不能完全这么讲，因为他第1次封城的时候，大家都有所准备，要在家里工作了，所以他买了很多很多东西。慢慢他就淡了，为什么呢？因为竞争者多了。然后第2次封城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了。因为电商它是入门槛很低，所以说很多人做。你不需要一个门面，在家都可以搞了。对啊，你说我这个背后资金200-300万的一个电商，那可能我对手只有几千块的资金，那分分钟也能把我干死。到后面是哪一个节点你的频道开始做起来了？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我疫情期间我出去拍摄我们餐饮业者可以跨州可以跨县出去买菜什么的，我就拍呗，人都出不了嘛出不了，然后看到我的视频然后就涨粉了然后第2呢就是采访。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做这个采访？就遇到一个人我特别感兴趣，我就访问一下他的这个历程，因为我想了解嘛，我就想试试看，我想大家想不想了解没想到大家都挺想了解的都挺38的，都挺八卦的，真的sorry， 八卦的38是大家都有一颗八卦的心，不然可能也不会有人来看我们这个采访，是吧？很多视频里面在最后都会提一下，来我们店吃麻辣烫哈。有没有因为频道慕名而来的粉丝顾客？有。多吧？多。所以这个频道还可以嘛，又能够频道本身赚一点钱哈，然后还能够带来顾客。这都是粉丝朋友给面子，谢谢。如果说你们对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呀，或者是他的餐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老罗的餐厅不是老罗的餐厅，关注一下老罗的频道，叫什么麻辣食堂。你是有一个法文名对不对？麻辣坎泰。Why？ 因为我们叫食堂嘛，食堂这个词儿是从法国来的。麻辣食堂这个名字还挺通俗易懂又好记的。对，是你自己想的？我老婆想的。要归功于他哈。要我自己想的话，我就会想老罗食堂。天哪，直接你怎么没有叫罗家食堂？因为是麻辣。其实麻辣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味道，它也代表重庆，和代表性格。重庆人性格特别直爽的，直来直去的，就很麻辣好，那今天的采访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说对老罗的这个麻辣食堂感兴趣的呢，可以去他的食堂尝一下这个罗家的火锅。那么想要了解马来西亚文化的等等的还有一些采访的视频他做的，也可以去订阅一下老罗的这个频道，叫麻辣食堂。非常感谢。谢谢。好，拜拜。拜拜。